赵露思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让更多患者得到帮助，勇敢面对，坦然分享。中国女演员赵露思在农历新年初一发布的一篇长文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这一次，她不仅分享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勇敢地谈及自己与抑郁症的抗争历程。在最新的照片中，赵露思以全新发色亮相，她透露这个飘发的愿望已经酝酿了近10年。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她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曾在一定程度上利用病情吸引舆论的注意。公开病情，用营销手段引发关注。赵露思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营销方式，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心理疾病的严重性。她表示，心理疾病仍然被很多人误解，许多人认为抑郁症只是矫情或者脆弱。如果通过自身的影响力让大众正确看待心理疾病，那么这种营销是值得的。她希望自己的经历能让社会对心理疾病有更多的理解，并呼吁大家给予抑郁症患者更多的支持和包容。患者的困境来自外界的误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大家往往忽略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赵露思在长文中写道，抑郁症患者的最大痛苦之一，往往不是病症本身，而是来自外界的误解。他们可能会听到诸如“你只是太敏感了，想开点就好了”这样的言论，而这些话语不仅无法提供真正的帮助，反而会让患者觉得自己是孤独的，甚至更难以寻求外界的支持。当一个人深陷抑郁时，他们往往缺乏动力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甚至害怕被他人评判。这种恶性循环让许多患者最终选择封闭自己，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都难以察觉他们内心的痛苦。赵露思的公开发声，正是希望能打破这一沉默的屏障，让更多患者敢于寻求帮助。此外，社会对心理疾病的认知仍然存在较大偏见。抑郁症患者并非软弱，他们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甚至会带来生理上的影响，如食欲减退、失眠、慢性疲劳等。只有当社会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并且提供更包容的环境，患者才能获得更好的治疗和恢复。病中的挣扎，曾一度绝望。赵露思透露，自己在卧病在床期间，经历了无数次情绪崩溃的时刻。她甚至一度对生活失去希望，但最终她选择直面病魔，勇敢地寻求专业治疗。在患病的最初阶段，她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例如沉浸在工作中，强迫自己社交，甚至通过运动来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然而，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暂时的，她最终发现自己无法逃避内心深处的痛苦。真正的挣扎开始于病情恶化的时候。她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掉进了无底深渊，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找到支撑点。有时候，她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值得继续活下去。这种心理状态对她的生理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她的睡眠变得极端紊乱，食欲几乎完全消失，体重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严重的头晕和肢体无力。幸运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他的朋友和家人一直在努力陪伴他，并鼓励他寻求专业治疗。他最终接受了心理咨询，并开始服用药物来调节情绪。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抑郁症并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意志力克服的疾病，而是需要科学治疗和长期关怀的。他的经历提醒我们，抑郁症患者需要的不是“你要加油”或者“多出去走走”这样的建议，而是实际的支持和理解。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资源，例如免费的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等，让更多人意识到寻求帮助并不可耻，而是迈向康复的第一步。对公众的歉意，未考虑到所有人的感受。赵露思也在文章中向因观看相关视频而感到不适的人表达歉意。她承认，在公开自己的治疗过程时，忽略了部分患者可能因此产生的负面情绪。我一直希望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治疗过程，但确实没考虑到可能带来的影响。我对此深感抱歉。赵露思进一步解释，她明白对于一些正在经历相似困境的人来说，看到她的经历可能会引发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或焦虑。
他无意给这些人带来额外的压力，反而希望能给予他们支持和力量。他强调，抑郁症患者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被责备或忽视。他的初衷是让更多人理解心理疾病，而不是引起争议。他呼吁社会在讨论这些话题时，能够带着更多的共情和耐心，而不是急于做出负面的判断。此外，他也鼓励患者们，若感到难以承受，不妨暂时远离社交媒体，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支持系统，比如专业心理咨询、家人的陪伴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希望每一个正在挣扎的人都能找到温暖和依靠。公众的争议、支持与质疑并存。赵露思的最新发文在网络上引发了两极化的讨论。最初许多网友对他的经历表示同情，但随着他发布更多关于治疗的视频，部分人开始质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是在利用病情博取同情。这种质疑来源于人们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许多人误以为，只有当一个人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时，抑郁症才是真实的。事实上，抑郁症患者可能在某些时候仍能表现得正常，甚至强颜欢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痛苦之中。心理疾病往往是隐形的，许多患者在面对质疑时，会选择隐藏自己的感受，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这种社会压力使得患者更难寻求帮助，也让他们的恢复之路变得更加艰难。赵露思的经历恰恰揭示了这一困境。她的公开发声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分享，更是在推动社会对心理疾病的重新认知。他希望让更多人意识到，心理疾病不应成为被指责的理由，而应成为大家共同努力去理解和支持的对象。并应揭露过去的创伤与压力。赵露思坦言，自己自2019年以来就饱受心理疾病折磨，这与他童年时期遭受的校园暴力、公司高层的殴打、私人经纪人的敲诈、亲人离世、舆论压力以及高强度工作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经历不仅影响了他的心理健康，也让他长期处于高度的焦虑和不安之中。他回忆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害怕自己会被抛弃、被攻击、被误解。校园暴力让他的童年充满阴影，他曾试图向老师或家长求助，但并未能真正得到帮助。这种无助感成为他日后心理问题的根源之一。进入娱乐圈后，尽管事业发展顺利，但高强度的工作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他的心理压力不断累积。他曾因为某些舆论攻击彻夜难眠，也曾因合同纠纷被迫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他坦言，这些经历不断消耗他的身心健康，最终导致他在2024年底彻底崩溃。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关注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让更多处于相似境遇的人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挣扎，也是许多心理疾病患者的缩影。他的勇敢发声，让更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心理健康问题，也让社会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治疗现状逐步恢复，重返公众视野。经过1个月的治疗，赵露思的状况有所改善，她已经能够借助拐杖行走，并恢复了基本的交流能力。1月25日，她出席了一场商业活动，向粉丝展示了自己目前的状态。虽然我正在逐步恢复，但完整的治疗还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她透露，医生为她开具了调节激素水平的药物，并建议她多参与公益活动，与社会保持互动，继续倡导心理健康。赵露思表示，未来她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如果我的经历可以让更多患者得到帮助，那我愿意站出来分享。希望每一个正在挣扎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和理解。你的支持能让更多人看到希望。赵露思的经历不仅是她个人的故事，也代表了许多正在遭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的心声。如果你身边有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请给予他们支持与理解。每一句温暖的话语，或许都能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如果你支持赵露思的勇敢分享，别忘了点赞、关注，并转发这篇文章，让更多人看到。